求生专家乔在地上发现了一个洞，有点像土拨鼠挖的洞。等到仔细一看，原来有只螃蟹躲在里面。乔激动坏了，但并没有因此丧失理智伸手去抓，而是从旁边捡起了一根树枝，慢慢送进洞中挑衅。这个螃蟹也是个暴脾气，直接举起钳子就杀了出来。在和树枝大战了300回合后，被乔一把按住背部，动弹不得。看来今天的晚餐有螃蟹吃了。此次马特和乔被丢在了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交界处，这里不仅植被茂密物种繁多，还有着绵延800公里的火山群岛。刚开局，俩人就马不停蹄地找到了节目组投放的物资包，可这次的物资包着实让人有些懵逼。防毒面具、电子烟、高锰酸钾，这3个完全不搭边的东西，到底能产生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？在收拾好后，俩人拿上背包即刻出发。此次他们的目标是海岸边，本以为可以很快就到目的地，谁知天空不作美，竟下起了雨，这让原本就潮湿的地面更加湿滑。突然，乔停下了脚步，发现前方的地面有些奇怪，随即就捡起一块石头砸了过去。果然，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洞口。据他分析，这是一个用于捕捉野猪的陷阱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，一旦掉入陷阱肯定会受伤。好在自己眼尖手快识破了，不然此刻的 BGM 就应该已经换成凉凉了。雨越下越大，阻止了两人前进的速度，于是他们决定在附近搭建庇护所，原地休息。二人兵分两路，马特认领了搭建庇护所的任务，乔则是负责生火。如果想要在潮湿的环境下生火，首先得要寻找干燥的火，这个白蚁窝就是不错的选择。乔在上面挖了一个洞，然后取出干燥的部分。另一边，马特也找到了一棵根部宽大的树，这个造型用来做庇护所简直完美。他先砍伐了一些树木，然后利用这些树木依靠着树根搭建起了一个三角平台，最后再盖上大片的叶子，一个离地的舒适床铺就好了。为了晚上睡得暖和，马特还利用泥土和树叶做了一个篝火台。就这样一个完美的庇护所搞定。但是乔真的能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生出火吗？这是马特目前唯一担心的问题。只见乔拿出高锰酸钾，然后倒入白蚁巢穴做成的火笼里，最后再拿出电子烟，把里面的甘油倒在高锰酸钾上，因为甘油中含有糖，它能和高锰酸钾混合产生反应，从而燃烧。经过乔的一顿操作，火苗蹭的一下冒了出来。有了这团火，晚上他和马特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。虽然没有找到什么食物，最起码可以烤干衣服，美美的睡上一觉。经过一夜的休整，天色刚亮，俩人就出发了。这次他们的运气很好，没走几步就遇上了水藤，在熟练的来上几刀后，就喝上了甘甜的水。乔想到路途还很远，决定做个装水容器，于是找到了一棵巨型桷树，他先利用小刀砍下一节枝干，然后再掏出里面的软体，一个中空的容器就做好了。为了方便携带，乔还贴心的制作了一个木塞。就这样，他一共做了2个装水容器。等把水装好后，俩人再次朝着山下前进，很快来到了峡谷上方。在这里，他们看到了一条溪流，可是由于斜坡太过陡峭，没有绳索很难下去。马特和乔只能沿着边缘行走，寻找突破口。这时天空又下起了雨，不过好在俩人成功找到了可以下去的斜坡。接下来他们决定顺着溪流前进，希望可以走到溪流汇入大海的地方，找到人类的踪迹。在穿过一个小水潭后，前路被一道瀑布拦住了。看着悠长的瀑布，俩人陷入了沉思。如果要从这个高度跳下去，简直与跳楼无异。经过再三思考，马特和乔决定往回走，绕过这道瀑布。这个从岩壁上垂下的树根正好可以帮助他们爬上去。于是马特决定先来开路，他灵活的像个猴子，没几下就成功登了顶。接下来乔学着马特的样子开始攀爬，虽然他没有马特那般灵活，但好在天生神力，最终也是成功爬了上去。这里的地势很平坦，俩人顺着边缘观察了一番后，只有这里勉强可以下去。雨水的冲刷让斜坡格外湿滑，他们只能借助盘根交错的树根往下爬。伴随着瀑布的轰鸣声，俩人最终安全来到了底下。可是经过这一番折腾，马特和乔的体力明显跟不上了。如果这时能来上一顿美味大餐，就再好不过了。但俩人看着周围的环境，陷入了沉思，拖着疲惫饥饿的身体不断前行，翻越着一块块长着苔藓的湿滑石头。直到走了一段时间后，俩人发现如果再这么走下去，很可能会发生事故。于是他们决定重新返回丛林。眼看天色渐暗，马特和乔决定先找个地方休整一晚。马特挑选了一处空地，打算在上面搭建庇护所。乔则是承担了寻找食物的工作。马特先是砍了一些小树枝，然后将它们围成圆圈插入地下，接着将树枝拉弯，搭建出一个拱形结构，最后在拱形结构上放上树叶。很快一个庇护所就搭建完成了。这边乔还在为晚餐奔波，眼尖的他注意到路边有一个洞，蹲下身仔细查看，原来里面躲了一只陆地蟹。乔激动坏了，但他并没有因此丧失理智的伸手去抓，而是从旁边捡起一根树枝，慢慢送入洞中挑衅。这个螃蟹也是个暴脾气，直接举起钳子就杀了出来。在和树枝大战了300回合后，被乔一把按住背部，动弹不得。虽然一不小心被螃蟹的后腿扎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将它收入囊中，这也使得乔信心大增，决定多抓几只带回去。随着夜幕降临，马特和乔在庇护所烤起了螃蟹。等到螃蟹烤熟，
乔迫不及待地拧下蟹钳送入口中，劳累了许久，一口肥美的蟹肉就缓解了不少。俩人坐在篝火旁边吃边聊，惬意极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休息好的二人继续赶路，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发现周围的地势越来越开阔，可仍然无法判断现在身处何处。于是乔爬上了高树，想要查看一下四周的情况。他在不远处看到了大海，俩人确认好了前进方向，动力十足地向着海边走去。但前方的路并不是特别友好，他们穿过了丛林后，又淌过了一片沼泽。等到精疲力尽之时，终于来到了海边。本以为这趟求生之旅到此结束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等待俩人的却是一处高耸的悬崖峭壁。马特和乔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满脸写着不可思议。一边是陡峭的悬崖，一边是无穷无尽的丛林。此时他们已经被困在这片火山群岛3天了。面对严峻的地势和恶劣的环境，俩人的心态都在崩溃的边缘徘徊。思考再三后，马特和乔决定返回丛林，前往岛的另一边。但是由于连续下雨，地面变得无比湿滑，这也给俩人的前行带来了很大的阻碍。马特频频摔倒，乔也被各种带刺的植物袭击，这要放在普通人身上，心态肯定会崩溃。好在他们经验丰富，经过无数挫折后，终于走出丛林，来到了一个湖泊边。精疲力尽的俩人决定在此留宿一晚，明天再做打算。马特和乔开始分工合作，搭建庇护所。由于这里过于潮湿，生活只是浪费体力，他们只好搭建一个圆锥形的小庇护所，想要利用体温来相互取暖。看着这个鬼天气，就知道今天又得饿肚子了。不过好在还有一个栖身之地。第二天一早，俩人满怀期待地醒来，谁知湖面的雾气仍然没有散去，无法确认方向。但这对乔来说并不是无解之题。只见他拆下了背包上带有磁性的扣子，然后开始在回形针上来回摩擦，这是为了磁化回形针。最后再放入浮在水中的叶子上，随着转动的回形针慢慢停下，很轻易就判断出了南北方向。而这个湖泊就正好是前进的阻碍。由于无法目测湖的宽度，他们只好先绕着湖的边缘走。一路上被无数生长茂盛的植被拦截，行走的速度极为缓慢。耐心全无的乔提直接下到湖里游到对岸，但马特认为贸然下湖十分不妥，而且湖水太冷，如果全身湿透，很有可能会得低温症。可此刻的乔已经走火入魔，直接脱下衣服就下了水。马特无奈，只好妥协地跟在后面一起前进。庆幸的是，一路上没有再发生其他意外，顺利地到达了湖对岸。为了避免低温症，俩人立马穿上衣服继续前进。这是一个废弃的野猪陷阱，旁边还零星散布着几串新鲜的野猪脚印。饥饿的俩人见状兴奋极了，如果此时出现一头野猪，指定能追着猪屁股啃。他们决定先在附近搭建庇护所，然后再去狩猎。经过一番勘察，马特选定了一个空旷地，随后就砍下了一些树木，插入地面作为支撑点，接着再将一些细小的树枝搭在上面，搭建出了一个框架。乔则是抱来了一些树叶，将这些树叶搭在顶棚上，可以遮挡风雨。最后马特又用树枝铺在地上，完美的隔绝了潮湿的地面。庇护所搭建完成后，他们开始想办法生活。这次选择了最原始的火力法，先用小刀将木头削平，在平面上挖出一个凹槽，然后削尖另一块木头。在准备就绪后，俩人开始反复摩擦。没过一会儿，火梨上就出现了水星。马特立刻将火星转移到火笼里，随着不断升起的白烟，火苗成功冒了出来。有了庇护所和火源，马特和乔终于要开始狩猎了。聪明的乔决定利用废弃的陷阱整活，他计划用一些尖锐的木头放在陷阱里，然后在上面盖上树叶，只需静静的等待野猪踩进陷阱即可。但马特却认为这种方法过于被动，如果想要快点吃上大餐，就只能主动出击。俩人各执一词，意见再次产生了分歧。不过这一次他们并不打算说服对方，而是想要分头行动。乔根据计划把削尖的木头放入陷阱，马特则是选了一些品相较好的树枝削尖，打算制作成投掷标枪。俩人都在为各自的计划忙碌着。乔已经将削尖的木头插进大坑里，接着用一些细树枝支撑出和地面差不多的高度，最后再将树叶铺在上面当做掩护，这样一个完美的陷阱就做好了。两个计划同时推进，可见这二人是真的饿了。但野猪真的是那么好捕到的吗？俩人究竟又是谁能最先狩猎成功呢？在荒凉潮湿的丛林里，上一秒这头野猪还在悠然自得的觅食，想着带点什么好吃的回去给媳妇儿，下一秒就被突然飞来的标枪射中。看来这一局还是马特更胜一筹，顺利捕获了今天的晚餐。乔看着一手拎着野猪，一手拿着标枪，满脸写满骄傲的马特，心里佩服极了。虽然这一局自己输了，但能吃到美味的烤野猪大餐也是极为不错的。反正都是为了吃饭，既然野猪已经到手，乔连忙前去拆除自己布置的野猪陷阱，而马特则是留在营地展示自己的厨艺。他先用树枝搭建了一个烤肉架，然后将野猪后腿掰了下来，最后再把野猪拆分成好几块，均匀地铺在烤肉架上。接下来就是静静的等待美味出炉。不一会儿，烤肉就发出了阵阵香味，俩人开始大快朵颐。这应该是他们来到火山岛后度过的最舒服、最温暖的夜晚。第二天，精力充沛的二人早早起床。今天他们决定顺着溪流向西南方的海边前进。这一路十分的坎坷，
湿滑的石头不仅让他们放慢了前进的速度，陡峭的地形还使得峡谷缝隙越来越窄。被逼无奈之下，马特只好先跳入水中查看地形，乔留在了上面负责接应。好在前方的路线并没有太大问题，俩人当即决定游过去。可游到一半时，才发现前面又出现了一个瀑布，复杂的地形使他们无法绕过。马特和乔只好利用藤蔓绑了块石头放入水中，这是为了测量下面的水深。经过一番测量，俩人得出水深大约有2.4米。在确认没问题后，乔一马当先直接纵身跳下去，马特也紧随其后，安全的来到了底下。等翻越过瀑布，路况明显宽敞了很多。在顺着溪流前进了一段时间后，他们终于来到了海边。接下来继续沿着海岸行走，在这里二人幸运的看到了一艘小渔船。马特和乔立马挥动双手，想要引起渔船上人的注意。看着船上人的回应，俩人顿时感觉无比亲切。这下终于成功获救，可以逃离可怕的火山岛了。